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在半夜的时候，我的盟主跟我说他要去偷袭，结果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只有3个人，包括我在内。然后就看对方的旗帜周围都没有其他城市 ，OK 咯，我们就开一个集结过去，看能不能打下这个旗帜。那么在一开始敌人还没有发觉到的时候，我们进行的还是蛮顺利的。不过看到对方是已经有部署一些部队在旗帜里面了，感觉他们是有意识到我们会去进攻他们的旗帜。我还是很顺利的打掉旗帜了，现在只是要削弱耐久度而已。当我看到没有事情做，想要去采集的时候，发现到我的采集部队突然被打了，我马上召集我的采集部队回家，并且看了一下对方的名字，原来是我们在进攻的那只旗帜的玩家。反正我的城市就在旁边而已，我就派了一些部队出来打他。然后去看了一下我们的集结，才发现到哇，敌人已经飞过来了，完蛋了！而且几乎都是大哥级别的账号。距离我们这个伺服器开启的时间已经经过了5天左右，他们都已经超过100多万战力了。当时候我还是有一个部队在帮忙削弱那个耐久度的，并且我还派了我自己的部队过去帮忙打架。这个玩家的做法也是正确的，就是不要直接去打集结，而是打旁边的部队先，清掉所有部队之后，再跟队友一起去打集结，可能要开一个反集结，或者是他们直接去围殴。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些玩家的实力如何。这边看来这位玩家跟我的实力差不多的，不过他有氪金去买貂蝉，应该也是有花不少钱了，他就连那个18达都有升星星了。还有其他的统帅，他队伍蛮多的，他的统帅等级也是比我还要更高一些，而且他有宫本武藏也是买了 VIP 的礼包，他的数值也是比我高一点有花钱跟没有花钱的差别就是这样子。后来我们还是有持续的开集结去打他们的旗帜，可是你们可以看到旗帜周围多出了好几个城市，比我们这边的数量还多我们这边才3个人而已，所以毫无还手之力，完全是打不掉他们这支旗帜的，我们的部队过去就直接死掉了。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我是派了我的所有部队过去打架，然后直接哇被围殴，还有人特意飞过来打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霸凌现场，就是这么多的玩家来打我一个完全打不过。我本来只是想要加入集结而已，我就派了一些部队过去，然后一支部队加入集结。不过很可惜的，就算是加入了集结之后，因为集结人数太少的关系，我们的集结到后面是直接被他们给围爆了后来对方他们就直接开了一个集结来打我。 OK， 经过我多年的经验呢，这个集结完全不怕各位还记得在之前的影片我做过好几个影片是讲关于集结工程之类的事情，像他们这样子打我的城市呢，我要尽量在我的血条消耗光之前虔诚离开，要确保我的资源不会被掠夺，并且我这边是已经替换了驻防统帅，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我的血条清光了之后，然后再虔诚到旁边，它的集结就会自动解散。早期的玩家真的是不需要太担心自己的部队会不会阵亡，一开始我们的部队没有这么多是不会阵亡的。那同时间各位也可以看到我旁边的盟主也是被集结就如我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这边只有3个玩家，包括一个大哥账号。后来我看到我的血量越来越少的时候，就虔诚去旁边，它的集结自动解散了，就如我所说的一样。那现在要做的事情，马上去治疗自己的医院，因为我们的部队大量的都是还在医院的。你看到我的资源也是非常少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告诉各位，你们不要把书包里面的资源全部都开掉，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那这边可以看到报告，对方是已经阵亡了6万的部队，我这边才重伤了2万，而且我获得的战功是他们的6倍所以有经验的玩家玩这种策略游戏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可是看到我的盟主他在血条被打爆之后，他还没有离开，剩下耐久度，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要虔诚离开了，不然他的城市会很伤，而且资源也会被掠夺。就算自己城市里面的资源不是很多也好，城墙耐久度也会削弱，所以他最后也是跟着我的做法虔诚离开了。在他们报告都这么亏的情况下，他还要开了一个集结来打我的城市我真的是不懂他们在想什么东西了。但是当他的集结碰上我的城市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血量掉得非常快，我就知道可能在上一个集结的时候有人发现到了这样子打很吃亏，就变成没有多少人加入他的集结了。我的城市血量都还没有扣到20%，他的集结都剩下不到50%了。
我原本还在心想着对方可能派多一点部队来打掉我吧，因为他第2个集结嘛，可能第1个集结不太甘心，这样子我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战功，也就是击杀啦。同时间他们也是开了一个集结去打我们的盟主，也是一下子就没有血了。不过后来他们是选择解散，而不是把自己的部队打到死为止，减少损耗。看一下战斗报告，我的重伤才只有1000，他们阵亡有22000。主要是因为他的部队太少了，我城市里面至少都有14万了，他才带2万的部队。盟主的报告也是差不多，对方集结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只有1.7万而已。回去看一下我的集结报告，是不是对方的主将不是很好，所以没有人上车？这边看下来的话，其实还可以耶。对方的等级都已经80了，而且是有花钱的玩家，统帅星星也是升了不少。所以如果对方的部队数量多的话，其实他可以把我给打死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就是对方反过来进攻我们的旗帜了。他们可能是想着说，你们这几位垃圾想要去打我们的旗帜，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打你们的旗帜。那我们这边也是请求了盟友的帮助，因为他们是欧美地区啊。我们在打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已经凌晨3点多了，华人基本上都已经睡觉了。那么我们的盟友是真的大哥，他的战力已经300万左右了。而且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统帅上面，就是说他的一个部队可以打败对方好几个部队，就是他的能力跟我的能力是差别蛮大的。不过这个也是有花钱跟没有花钱的差别啊。如果花钱了之后你的部队还是一样垃圾的话，为什么要花钱下去呢？那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先把旁边的一些部队给清除掉，后面才处理集结，避免旁边的部队会增援集结，让集结的血量越升越多。而且如果我们要打掉这个集结，最好的做法就是开一个反集结，不然就是找了一个真的很厉害的大哥去围掉这个集结。不然正常情况下，一般的玩家去打这种集结呢，都是会特别伤的。从画面上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集结的部队数量是有15万的，比我城市里面的部队数量还要更多。我的部队碰到一下会马上死掉的。那可以看到对方还是有持续的派部队来增援这个集结，我们只能做拦截的动作而已。在我们把集结周围的部队给清光之后，我就把我的部队拉回家换个血量，看对方会不会继续派部队过来。没有想到他们连集结都取消了，我马上转头回去打他们。这些部队全部都是战功啊，全部都是击杀，都是肉啊，不可以放过他们的部队。没有想到有些部队跑得特别快，来不及去打他，我只能打一些跑得比较慢的。可是没有想到对方的部队是比我更强啊！你可以看到他一个部队可以顶我全部部队。对方是狠狠的打了我的脸，哈，追我追你的屁呀！你的部队这么垃圾，还想要去追我来打？所以最后我获得的不是战功，而是我的医院有大量的部队需要治疗。那因为是凌晨3点的关系，我们的队友全部都已经去休息。我在想着说明天再继续打还是怎样。结果在第2天，盟主就发了这个影片给我，跟盟友配合之下，就一起去开了一个集结打对方的要塞，直接拆掉对方的要塞，然后他们的旗帜全部都失效了。不过也是非常感谢他们集结我的城市，可以让我获得更多的战功。现在我是在州排名里面排行第23，如果是整个王国的话就100多。因为我们平时没有什么战斗啊，可以拿到这个排名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并且我的战功兑换也是蛮值得的，对方损失这么多的部队。不过如果我可以再加强自己的部队的话，可能我的防守会做得更好，损失会更少。目前我的等级只有180万左右而已，因为我没有花太多钱在这个游戏上面了，大概就100块美金左右而已，所以实力方面肯定是比不过大哥们的。不管怎样，今天的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啊。今天的影片纯属是一个搞笑影片而已，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我们下个影片再见。